加密货币的未来到底是什么？是世界和平、权力斗争，还是就只是价格起起伏伏的游戏？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聊这个话题，从那种很宏大的地缘政治理论，一直聊到最实际的市场状况。好，我们就先从一个最大胆，甚至有点天马行空的想法开始好了。比特币这东西真的有可能带来世界和平吗？要理解这个理论，首先得搞懂一个很根本的东西，那就是金钱跟权力之间一直以来都有的那个密不可分的关系。有句话说得好，货币权力就是政治权力。这意思其实很简单，就是谁能控制钱的发行，谁就有超大的政治影响力。那现在呢，这个权力当然是牢牢掌握在传统的金融体系手上。你看，这里就把两种完全不同的金融哲学摆在一起。左边是我们现在用的法币系统，政府想印多少钱就印多少，这也让他们在需要钱，比如说打仗的时候筹钱变得特别容易。那右边呢，就是比特币标准，它的总量是固定的，所以理论上这就限制了政府随便印钞去资助冲突的能力。换句话说，就是因为可以凭空印钞，法币就好像变成了现代战争的一个沉默伙伴。所以说，去中心化货币想要挑战的就是这个最根本的问题。这个理论听起来是不是很棒、很理想？但现实总是很骨感的，它马上就撞到了一面超高的墙。那这面墙是什么？就是采用率。你看这个数字，现实就是现在全世界真正持有比特币的人连5%都不到，真的非常非常少。这就产生了一个很讽刺的状况，这么低的采用率反而带来了一个新的中心化风险。你想想看，如果最后只有那几个先进国家，像是美国啊、新加坡啊，在玩比特币，那它那个去中心化的理想，不就等于是白说了吗？权力只是从旧的中心换到新的中心手上而已。好，宏大的理论聊完了，我们先拉回到比较实际的层面，我们来看看市场跟着钱的流向走。先来看一个大家预测未来会大爆发的领域。你看，连花旗这种传统的金融巨头都预测稳定币市场会有非常惊人的成长。他们估计到2030年，市场规模最高可能会冲到4兆美元。这代表什么？代表主流的资金是真的开始认真看待这个东西了。我们再来看看最近的 ETF 数据，你可以看到比特币和以太币的 ETF 都有资金流出，这很正常。但你注意看价格变化这边，同样是资金流出，以太币的价格跌了超过 10%， 受到的冲击几乎是比特币的2倍，这点就蛮值得玩味的。不过以太币这边倒是有个潜在的好消息，就是那个很大的资产管理公司灰度 Grayscale， 他们正准备要质押手上持有的以太币。这个动作很重要，因为很多人猜测他们可能是在为推出质押型 ETF 铺路。那如果这个东西真的推出来了，就有机会吸引到超级大量的机构资金进场。不过在市场一片热闹之中，也出现了一些让人有点不安的讯号。这些讯号会让人不禁想起一段惨痛的历史教训。大家还记得2000年的时候的网络泡沫吗？当时的情况是，只要一家公司名字里有 .com， 不管它到底在做什么，股价都能炒上天。结果呢，泡沫一破，大部分公司直接归零。这种纯粹靠题材、靠炒作堆出来的价值，最后的下场就是灾难。好，那回到今天，我们看到一个很类似的剧本。有一些你可能听都没听过的公司，他们就做一件事，宣布把加密货币加到公司的资产负债表里。就这样，消息一出来，股价就暴涨个100%以上。但等热潮一过，很快又跌回原形。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投机、非常不健康的市场讯号。所以这就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投资启示。如果你是真的看好比特币或以太币的长期价值，那最直接也最安全的方法，就是直接去持有这些资产本身，而不是去买那些把它们当作炒作题材的股票，那个风险真的太高了。说到这里，我们又得绕回来，看看最一开始提到的那个全球格局的问题，也就是
各个国家之间在加密货币采用率上那个巨大的鸿沟。这个差距到底有多大？你看这个数据就知道了，真的超惊人。新加坡、阿联酋、美国这3个国家遥遥领先，但是你看哦，光是从第3名到第4名的加拿大，那个采用分数直接是一个断崖式的下跌，这差距也太大了吧？这就代表一个非常非常真实的风险。一项本来号称要去中心化的革命性技术，它的未来很有可能最后只由这少数几个国家来主导、来制定规则。所以你看，我们绕了一大圈，好像又回到了原点。但这个问题现在变得比以前更尖锐、更重要了。那就是随着加密货币的采用越来越普及，未来到底谁能掌控金钱世界的话语权？是我们所期待的一个真正去中心化的社群，还是只是换了一批新的科技强权来掌控一切？这个问题真的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好好想一想。